哎呀呀，这浔阳的春雨下的真是愁人。本少爷刚买的苏杭绸缎还没穿出去显摆，就全给这贼上天毁了。绸缎都裹不住你这身铜臭啊！再心疼衣服，不如把你那把附庸风雅的扇子收起来，挡不住雨，也杀不了人。我不杀无名之辈，也不是杀手无寸铁之人。但如果你再把你的泥鳖子踩在我的剑匣上，我不介意破例一次。长风啊，长风，你这人真是太无趣了。这扇面不过当朝书画大家李公廉的真迹，值3000两雪花银。再说了，杀人这种粗活，有你这把惊蛰剑就够了。我楚留罪只负责造型美如花和赚钱养家。此人是陆沉，大齐唯一异姓王，镇朔王陆前秋的独子。但他如今的身份，只是一个游历江湖的闲散公子。大家都是兄弟，何必动刀动枪的？长风，刘罪的靴子确实伤了你的剑匣，等会儿让他陪你试探上好的竹叶青。刘罪，你也收敛一些，今晚这烟雨楼可不太平。不太平？这浔阳城可是我楚家商会的地盘，谁敢在这里撒野？有杀气，很杂的很锐利。朝堂的暗损，江湖的流沙，还有几条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野狗。看来我们那位高高在上的陛下对江南这片江湖下定决心了。朝堂要对江湖负责，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难怪我爹最近让我赶紧把江南的向北边转移。陆沉，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我只问一句，今晚拔不拔剑？先喝酒，看戏。镇朔3万铁骑就在长城边上看着，京城里哪敢有大动作？必然是有万全的底气，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足以制衡各方的筹码。圣旨到，江南道各大宗门听旨。大胆！见圣旨如见天子，尔等草莽，竟敢不跪！这太监的内力不弱，是个练家子。飞扬跋扈，看来是来找茬的。陆沉，你看那太监手中拿的，欲不只是圣旨，那是封名帖。皇帝要给天下武库重排座次，凡是不接帖的宗门，就是逆道。这原来就是想彻底收报江湖啊！咱家念你们是粗人，不懂规矩，暂不追究。听好了，陛下口谕：即日起，江南道所有3流以上宗门需将宗门绝学抄录一份上交朝廷。各长宗门须于下月15进京面圣，接受朝廷册封。若有违抗，诛9族。放屁！老子的刀法是祖宗传下来的，凭什么挖掘出卖祖宗的朝廷？让我们做朝廷的走狗？做梦！兄弟们，宰了这些朝廷的阉狗！聒噪。忘川宗原来是梵音圣女，怎么忘川宗有意抗旨不真吗？忘川宗不问世事，也不受寺庙堂约束，圣旨你们带回去，人我保了。好大的口气！咱家倒要看看你忘川宗不是真的天下无敌！给我拿下！慢着，你又是何人？敢阻拦锦衣卫办案？我只是一个看不惯在酒楼里见血的闲人。这位公公，你们要办案去外面打死打活我不管，不过烟雨楼的酒我还没喝完，别坏了我的雅兴。就是，你们打坏了桌椅算谁的？我这可是正经事儿啊！如果你再用你那双鼠目看着他，我就挖了你的眼睛。放肆！你们3个乱臣贼子，看来是和这妖女一伙的。放箭！此事与你们无关。圣女殿下，我这人有毛病，越是不让我管的事儿，我越喜欢管。长风、刘罪，干活了。只出剑，不废话。哎呀，我的苏杭绸缎啊！反了，全反了！你们等着，大军一到，将你们全部碾成肉泥。大军？你是说驻扎在城外30里虎啸营的5000精锐吗？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应该连拔营的机会都没有了。虎啸营大营被冲垮了！什么？
谁干的？江南道谁有胆子冲击军营？不知道，是一群黑衣人，只有几十个，但他们用的是震烁的战阵。震烁？这不可能！震烁军怎么会出现在江南？你到底是谁？我刚才说了，我叫陆晨。不过你主子如果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吓得睡不着觉。滚回去告诉赵青霜，这个江南的棋局他下太急了，想吃掉整个江湖，小心崩碎满嘴的牙。你是震烁世子，你竟敢直呼长公主名讳！滚！震烁世子陆晨，久仰大名，多谢出手，但望禅宗不需要震烁的恩惠。圣女殿下误会了，我只是不想让这顿酒喝得太扫兴。况且，就算我无手，凭着殿下上善若水的剑意，那群铁骑也进不了你的身躯。你的眼力很准，但你的立场让人看不透。朝廷要江湖，你代表震烁，本该是朝廷最大的刀。你今夜保我，等同于在打朝廷的脸。震烁是震烁，我是我。天下人都以为震烁是皇帝养的一条看门狗，但他们忘了，狗逼急了也是会吃人的。你的剑意很纯粹，但还不够狠。如果有机会，我想领教一下忘川宗的绝学。随时奉陪。打打杀杀的多煞风景，圣女殿下如果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酒，我请客。不必了。朝廷既然撕破了脸，忘川宗不能坐以待毙。陆世子，你好自为之，这江南的雨才刚刚开始下。真是个有趣的女人。外冷内弱，剑意虽清冷，却带着一抹慈悲。忘川宗这个代圣女，比我想象的要好玩。行了，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我说陆大世子，你刚才却只点名道姓的骂了长青公主赵青霜啊，那样主儿可不是省油的灯，小心他派人半夜剪了你的舌头。他舍不得。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暴露了身份，江南的明枪暗箭都会冲着你来。不暴露身份，怎么能引出这潭死水底下的王八？走吧，这酒楼是待不下去了，我们去听风阁会会老朋友。听风阁，天下第一情报机构。阁主苏墨染是个天生眼盲的奇女子，她虽看不见世间万物，却能洞察天下大事。雨停了，竹叶上的露水滴落的声音比昨晚重了3分，看来是有贵客到了。苏阁主的耳朵比这世上任何人的眼睛都要亮。陆世子过誉了，世子昨夜在烟雨楼好大的威风，不仅赶走了锦衣卫，也把整个江南道的政权搅得天翻地覆。墨染这听风阁的门，今天却被买情报的人踏破了。苏大美女，你就别挖苦他了，我们可是连夜赶来投奔你的，好茶好水赶紧端上来。楚少爷放心，上好的明前龙井已经备好了。顾大侠，您的剑又中了。见血了，自然中。墨染，废话我就不多说了。赵青霜这次突然对江南动手，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收编宗门。他应该知道，这会逼得江南道造反。长公主殿下此举看似鲁莽，实为一招险棋。据听风阁昨夜收到的飞鸽传书，北蛮的30万狼骑已是陈兵落雁关外。北蛮要南下？这不可能！我爹的商队上个月刚从百边回来，说北蛮王病重，几个王子正在争权夺利，哪有闲心打仗？这是长公主的手段，她是暗中派人送了重礼给北蛮大太子，承诺若他能在此扣关，大齐愿割让燕云16州。割地求和，那是卖国。不，那是做戏。他是在用北蛮的压力逼迫朝野上下团结一日，同时也是在借口集结大军，名正言顺地兵指江南。他真正的目标是用一场对外的小败换取对内的绝对集权。世子通透，长公主殿下深知，大齐最大的毒瘤不是外患，而是内忧。
宗门林立，诸侯割据，他要借北蛮的刀杀江南的局，最毒妇人心啊！这位长公主殿下为了夺权，连王朝土地都敢拿来与蛮子做交易。青霜他从来都是个疯子，为了他理想中的绝对帝国，他可以牺牲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世子称呼长公主殿下青霜，传闻非虚。世子当年在京城做质子时，与长公主殿下交情匪浅。年少无知了。漠然，你觉得江南道挡得住吗？挡不住。江南道外表绚丽，实则一盘散沙。忘川宗虽强，但独木难支。一旦朝廷大军压境，斗内不需瓦解，江南江湖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我被剑客宁折不弯，折断的剑只是一块废铁。漠然，我让你帮我查一件事。世子请讲。帮我查清楚，赵青霜派来江南主事的钦差到底是谁？那个太监只是个探路的炮灰，真正的杀招一定还在后面。漠然明白了，不过听风阁的规矩，世子是知道的。情报需要用等价的秘密来换。你想要什么？我想知道震朔3万铁骑到底听谁的？是听朝廷的，听震朔王的，还是听世子你的？长风，莫急。漠然既然问了，那就是把我当朋友。震朔铁骑只听刀剑开鞘的声音，谁给了他们杀戮的理由，他们就听谁的。世子的野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好，这笔交易漠然接了。钦差的名字3天内送到世子手上。深夜，京城大明宫，庄重沉默。年轻的皇帝沉迷修仙，早将朝政大权移交给了他的皇姐长公主赵青霜。江南那边有消息了吗？回禀殿下，刘公公在浔阳烟雨楼宣旨受挫。忘川宗出手了。是忘川宗圣女梵音，但最终赶走刘公公的不是他。哦，江南还有哪方势力敢明面对抗朝廷？是震朔世子陆晨。陆晨，他居然去了江南，他还说什么？他直呼殿下名讳，说殿下的气下太急了，小心崩碎了牙齿。他还说虎啸营5000人已被振作战阵废了。放肆！他以为逃出京城去了江南，能脱离本宫的掌控吗？震朔的战阵，好一个震朔世子！他在警告本宫，震朔的刀已经架在朝廷的脖子上了吗？殿下息怒，属下就去加派人手，将陆晨缉拿归案。拿他？拿什么拿？用你这几10个暗卫去填震朔的铁骑吗？退下！是。陆晨啊，陆晨，当年在这深宫求婚，只有你懂我的抱负。如今，能站在我的对立面吗？你以为江南那些傻子的武夫能护得住你吗？殿下，震朔世子出现在江南，对我们的计划来说，既是变数，也是契机。先生何意？世子既然已经入江南滩着浑水，震朔必然不能袖手旁观。只要我们能逼迫世子在江南犯下大错，引起天下武林公愤，震朔就得被迫替他背下口黑锅。到了那时，震朔与江湖对立，我们就可以收作渔翁之利，彻底解决这个大心腹之患。你想利用他吗？
成大事者，至亲可杀。殿下装的是天下，放不下一个陆沉吗？先生教训是的，既然他想玩，本宫就陪他玩到底。传本宫密意给破军，让他加快速度，江南的局必须见血了。殿下英明，只是那忘川宗圣女似乎与世子走得很近。范音，那个自命清高的女人，传令下去，放出风声，就说忘川宗勾结震朔，意图谋反。朝廷将悬赏忘川宗所有弟子的首级。本宫倒要看看，在生死存亡面前，那女人还能不能保住她那份清理。音儿，你昨晚在浔阳城出手了。世尊，朝廷的刀已经架在脖子上，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你以为我不知道朝廷的狼子野心？但忘川宗千年传承，不能毁于这一代。江南道一盘散沙，我们强出头，只会成为众矢之的。难道就任由他们鱼肉？我们的道修的就是苟且偷生吗？修道，守在修心。你心中的杀气太重了。听说，昨晚救的你是震朔世子。徒儿不需要他救。震朔王是只吃人的猛虎，陆沉更是深不可测。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这天下大序不是我们一个宗门能左右的。徒儿明白。宗主，师姐，不好了！山下传来消息，朝廷发布了诛妖令，说我们忘川宗勾结震朔谋反。现在整个江南的邪派和江湖草莽都在朝我们忘河宗赶来。什么？朝廷竟敢如此歹毒！这是要借刀杀人，让我们死于江湖内斗。师尊，现在您还觉得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吗？开启护宗大阵，召回所有在外弟子。师尊，顾防是赢不了的，徒儿愿下山斩断这只伸向忘川的手。你一个人挡得住朝廷的兵马吗？手中剑力，何惧天下？苏墨染的情报很准，今天就是朝廷真正的钦差出使浔阳的日子。哎呀，我说陆大世子，我们是要在这里拦路吗？这可是公然造反啊！我楚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可经不起这么折腾。你楚家几十口人，我陆家上百条生命。你如果不来，你爹连明天早上的太阳都看不到。你真以为朝廷的刀只砍江湖，不砍你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商贾？算你狠，那我们总得有个计划吧？就我们3个能拦住朝廷的大员？杀人由我负责。长风，今天你的剑可能要稍微收敛一点。我们要等的人不是用来杀的，是用来谈的。来了！好家伙，这就是贪狼卫，皇家的禁军。马车里的人到底是谁？排场这么大。墨染给的情报里只有2个字：破军。我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杀意。马车里的人是个顶尖高手。震朔世子陆沉，本座听说你在这里等我很久了。江南的面子真大，能让赵青霜把皇家最锋利的一把刀派到江南来。破军，10年前你在北境斩杀蛮族大将，我也曾敬你是个英雄。现在怎么甘愿做一条咬人的狗了？放肆！长公主殿下的宏图伟业，岂是你这种纨绔子弟能懂的？我大齐需要的是统一，是服从，而不是你们这些自以为的江湖草莽。你的废话太多了。不自量力！横练宗师，你的身体比铁硬，能接我一拳不死，你足以自傲了。陆沉，如果你只有这样的手段，今天这十里亭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贪狼卫，杀无悔！我的妈呀，玩真的！
陆晨，你再不出手了，大家都要在这里交代了。急什么？破军，你真以为这江南道是你一个人说的吗？忘川宗的债，我优先来讨。圣女殿下，你这出场方式总是这么抢风头。范阴，好极了！正愁找不到你！忘川宗勾结震烁谋反，今日本座就将你们一网打尽！破军大人，杀气太重，有伤天和。这江南的风景这么好，怎么不坐下来喝杯茶呢？听风阁主，你们听风阁一直号称中立，今日也要这趟浑水吗？听风阁从不参与纷争，只是墨染欠了陆世子一个人情，今日不得不还。破军，你现在还觉得你能吃得下我们吗？好一个江南，好一个震烁世子！你居然把这江南最厉害的几个年轻人都聚在了一起。但是陆晨，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长公主殿下早预料到你们会负隅顽抗，你们以为我来江南是当钦差的？哼，我不过是诱饵。真正收网的是驻扎在50里外，刚刚从北京调回来的3万玄甲军。什么？3万玄甲军？赵青霜那个疯女人，居然把防备北蛮的精锐了调到南，她不要边关了吗？她要，但她更要先稳外必先安内。3万人，杀不完的。今日唯死战耳。世子，今日好像是个死局了。死局？我陆晨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赵青霜他以为了解我，但他忘记了，这8年来，我在这江湖里，从不只是喝茶听曲。装神弄鬼，等大军一到。这怎么回事？地震了吗？不是地震，是马蹄声，很多马蹄声，比3万人还要多。不可能！江南哪来这么多骑兵？震烁玄甲军？这不可能！震烁军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跨越半个大齐来到江南？震烁3万铁骑，天下皆知。但天下人不知道的是，我震烁还有5000影子。平时他们是农夫，是商贩，是镖师，但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就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破军，回去告诉赵青霜，江南的规矩，从今天起，由我陆晨来定。他若想战，震烁的铁蹄，随时可以踏破大明宫。你这是谋反！天下人不会放过你的！天下人，哼，我可以天下无敌，天下人又奈我何？滚！我的乖乖，你瞒得我们好苦！5000重甲骑兵就藏在江南，你简直是个怪物！你的底牌总是这么不讲道理。世子之身令人生寒，今日之恩，忘川宗记下了，但忘川宗依然不会屈服于任何人，包括震烁。圣女殿下放心，我对当武林盟主没兴趣，我只是想在这个乱世里，给自己和朋友挣个太平。世子今日之举，等同与朝廷撕破了脸，接下来的路恐怕步步杀机。所以，我需要各位的帮忙。朝廷不会善罢甘休，江南必须整合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对抗青霜，更是为了将来对抗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还有比赵青霜更可怕的。北蛮的焰斗，原因很简单，很简单。根据我镇守的密报，北蛮深处，远古的
似乎有某种远古的东西苏醒了。赵青霜虽然很毒，但他至少是个人，而那些东西……大齐的龙脉衰弱了，是时候吃饭了。一场远超权谋斗争的浩劫正在暗中酝酿，而身处漩涡中心的陆晨等人即将面对的是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认知的恐怖。十里亭外，震朔5000震朔玄甲军的战马嘶鸣，彻底撕破了江南表面上的太平。朝廷钦差破军铩羽而归，带着残兵连夜北撤，但这并非胜利。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哎呦，我的亲娘哎！5000匹极品辽东战马，那是吃草的吗？那吃银子啊！每天的金饲料、黑豆，还得半升上个鸡蛋和精盐，更别提那些重甲的去锈维持。陆大世子、陆大王爷，你这是想叫我楚家百年基业吃个底朝天啊！楚大少爷何必哭穷？你楚家商会垄断了江南70%的盐铁和水运，这些供需只是9牛1毛。再说了，我那5000影子在城外扎营，这几天熏河城的治安不是很好吗？连曹帮那些横着走的水鬼，现在卸货都轻手轻脚的。这护院费，我收的公道。强词夺理，你那是护院吗？你那是把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了我楚家的脖子上。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梦里都是锦衣卫来抄家的声音，跟着你造反，那可是诛九族的买卖。如果你连这点胆色都没有，不如现在就带着你的银票滚去西域。长风，你这不讲道理了。我可是个生意人，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你们五夫一言不合就拔剑，我手底下却有几万张嘴跟着我吃饭啊！刘罪，现在不是我们要造反的问题，是赵青霜逼着整个江南反。这5000骑兵虽然震慑了破军，但也彻底暴露了我的底牌。京城身为长公主，绝对不会忍受自己的卧榻之侧有不受控制的战马。刚收到京城暗线的密信，今日早朝，长公主殿下连摔3个茶染，她不但没下令破军撤回京城，反而当朝加封破军为平南大都督，总领江南叛平。同时，驻扎在江北的10万神武军主力已经秘密换防，前锋营的兵恐怕已经过了大江了。10万？赵青霜疯了吗？10万正规军压到江南，光是粮草所需就能让大齐的国库倒退10年。他不过日子了。10万人，他没疯，在他的政治棋盘上，国家机器的运转是不计成本的，他要的是绝对的集权。温然，忘川宗那边情况如何？他既然调动大军，那么不可能只是为了围剿我这5000骑兵，他真正的目标是整个江南道的兵权。世子料事如神，朝廷颁布诛妖令，将忘川宗定为叛党，一颗忘川宗内门弟子的首级，赏银1000两，绝学秘籍任选。现在，大半个江南的三教九流、绿林大盗，还有那些眼红忘川宗底蕴的黑帮邪派，都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正朝忘川宗聚集。范音呢？圣女殿下连夜赶回了宗门，她在山门外遭遇了3波伏击，一剑斩杀了7名邪修，但自己也受了内伤。如今各路牛鬼蛇神围山，忘川宗已是瓮中之鳖。忘川宗是天下3大宗门之一，传承近1000年，怎么会落到被这群乌合之众围攻的地步？这就是朝廷最恶毒的阳谋。不需要神武军先行，只需一个正当的名分和让人疯狂的利益，就能让江湖人自相残杀。忘川宗高高在上太久了，平时自诩清流，不屑与3教9流为伍，现在墙倒众人推，
我们去救他。大哥，你有脑子想想好不好？那是漫山遍野的杀手和亡命之徒，还有暗处的朝廷大军，我们3个去救人。你以为那5000镇朔玄甲军调得过去？忘川宗那险峻的主峰上，骑兵连山门都上不去，到了山地就是活靶子。刘罪说的对，骑兵上不了山。江南水网和山地本就是镇朔玄甲军的死地，所以我才把他们留在浔阳城外作为威慑。我们自己去。世子打算如何破局？此行凶险，十死无生。江湖事，江湖了。既然赵青霜想用江湖的刀杀江湖的人，我们就把这把刀折断。不过，不能硬拼。长风，你的剑能不能在100人军中镇杀主将？只要他露头，3息之内必死。把你楚家宝库里从天机阁重金买来那些压箱底的军用违禁品，全都给我拉出来！你大爷的！那些可是我楚家保命的战略储备，一旦被查出来私藏军械，那是要凌迟的。事成之后，忘川宗藏经阁的孤本秘籍，我让你楚家随便挑3本。另外，我镇朔以后需要的战马军需，全部交由你楚家商会独家采办。成交，干了！老子这就去开库房，谁敢拦住我，我用银砖砸死他！5000镇朔玄甲军像钉子一样扎在浔阳城外。陆沉啊陆沉，你这一手明修战报暗度陈仓，玩得真是漂亮。殿下，镇朔世子虽狂悖，但也将自己逼入了绝境。那5000骑兵虽然精锐，但在江南水乡困笼于野，只要神武军扼守住几个关隘，他们便动弹不得。先生以为本宫调10万神武军下江南，只是为了围剿那5000骑兵？臣不敢妄自揣测，但10万大军一日的消耗是天文数字，若只为剿灭几千人，确实是牛刀杀鸡。殿下的真正目标，恐怕还是那座山。忘川宗传承1000年，底蕴深不可测。最关键的是，他们地处江南地势最高的灵脉之眼。本宫要重整大齐的武道规矩，就必须先把这个出头鸟的脊梁骨打断。殿下英明，诛妖令一出，江南大乱。如今数千江湖散修在围攻忘川宗，代替我们消耗他们的护宗力量，等他们拼得两败俱伤，再以平之名夺之，名正言顺。这还不够，陆沉是个重情义的疯子。那个忘川圣女范音在十里亭帮过他，他绝不会见死不救。他一定会离开那5000骑兵的保护圈，去忘川宗。殿下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传本宫密旨，命江南大营统治林啸，率领100个阵地精锐，携带公布最新游标猛火和神臂弩，秘密埋伏在川宗山脚下的一线天峡谷。阵地精锐配神机弩，殿下，这可是挡千军万马的军阵呐，用来伏击几个人，是否太兴师动众了？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陆沉身边那个抱剑的顾长风，是个极其危险的剑客。江湖人的单打独斗我不信，我只信军阵的绝对碾压。一旦鹿晗踏入峡谷，不惜一切代价，放火烧山。臣遵旨。不过，若是世子真的死在江南，镇朔王这边恐怕会立即举兵谋反。北境长城若乱，北蛮必然趁虚而入。镇朔王，本宫要的就是他镇朔造反。只有镇朔反了，本宫才有借口彻底清理。至于北蛮，本宫已经安排了曹无香，只要忘川宗一灭，立刻开启主峰下的阵眼，引江南水脉倒灌。我大齐的龙脉之威，足以让北蛮消停10年。先生，去传旨吧，今夜的江南该见血了。楚家于是能成为江南首富，靠的绝不仅仅是丝绸，
还有这暗中与天机阁合作的兵工产业。这破地方灰真大。陆晨、长风，你们看，这就是我楚家的底气。天机阁与我楚家兵工工厂的最高杰作火与渊，不用内力驱动，纯靠精密的肌皱和发条。腹部装填的是提纯过的白磷和烈性火药，只要定好时间飞出去，方圆20丈内寸草不生。这个玩意儿，我总共就造了5只。好东西，居高临下面对弓弩手，有极效。太热眼了，容易暴露位置。你懂个屁！这叫火力压制。哼，还有这个。特制金叶镖，这是用来治人的，边缘涂上了能瞬间麻痹神经的蟾蜍毒，配合我的特殊手段，专门用来斩断那些重甲兵甲片连接处的脚筋，这叫破甲专精。刘罪，这次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等渡了这劫，我请你去京城最好的教坊司喝花酒。拉倒吧，真要是完事儿了，我们就是大齐头号通缉犯了，还能去京城吗？别废话了，出发。今晚的雨，却是杀人的好天气。不对劲，苏姑娘的情报里说，朝廷发了诛妖令，引了数千江湖散修来围山。这怎么连个鬼影子看不到？难道他们都已经被忘川宗杀光了？没有尸体，只有一种可能。那些散修被收编了，或者被更强的人清理掉了。这里是一处绝佳的伏击阵地。看来赵清霜派来江南的，不仅仅是破军那个没脑子的武苏。刘罪，闻到火药味了吗？闻到了，而且是工部特制的猛火油。这帮孙子在峡谷两边的崖壁上设了埋伏，只要我们进去，一把火就能把我们烤成乳猪。这绝对是军队的手笔。长风，能锁定位置吗？37个呼吸绵长的人藏在崖壁缝隙里，手中拿的应该是军中的神臂弩。37把神臂弩居高临下，我的天，神臂弩连宗师的护体罡气都能射穿。陆晨，我们还是回去调你的震朔玄甲军来把这山踏平吧。震朔玄甲军是威哄朝廷的底牌，用来对付几10个刺客，太跌份了。刘罪，你出门前不是带了楚家七天阁的好东西吗？你个败家子儿，早晚把本少子榨干！江南霹雳堂与天机阁的联名款火与渊，每只造价5000两白银。各位，看烟花吧！还剩20个，乱了。走，去见见这位在背后排兵布阵的高人。不愧是震朔子，区区一个峡谷伏击，确实拦不住你。末将江南大营统制林啸，甲胄在身，不能失礼了。林啸，我听说过你，16岁从军，靠着一刀一枪砍出来的正4品。你这样的人，不在边关杀敌，跑寻找当赵清霜的拦路狗。识君之路，担君之忧。世子殿下，长公主有令，忘川宗涉嫌谋逆，今日封山。殿下若现在离开，末将全当看见没。若殿下非要来这趟浑水，末将身后这100个陷阵死徒，恐怕要冒犯了。100个陷阵重甲兵，林同志，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们了？就凭这些铁头，能挡得住长风一剑吗？顾大侠的剑，天下无双。陷阵的军阵，乃是兵家绝学，更何况100张束龙锁，专破江湖高手的轻功与护体罡气。只要被缠住，就算你是宗师，也会被瞬间拽入军阵，乱刀分尸。江湖规矩，单打独斗，
但在军阵面前，个人的无勇不值一提。说得对，所以我不破阵，我杀你！结阵，呼！长风，别被退缠住！刘醉，砸钱，破他的阵眼！得嘞，少爷，我穷的就只剩下钱了。我的脚劲！狂妄，在军阵中也敢拔剑，死！你的刀太慢了。长风，退！累死少爷我了，这正规军真不是盖的，比那些江湖散骑猛多了。这还只是100人，要是来了1万人，我们恐怕都得累死了。所以我们得快点。林啸只是个守山的棋子，真正的杀局已经在忘川宗上面展开了。走！二长老，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关掉护宗大阵的核心？引狼入室，你是想毁掉忘川100年基业吗？圣女，识时务者为俊杰。朝廷大军压境，宗主那个老顽固非要带着我们一起陪葬，而我是为了保全忘川宗主的香火。长公主殿下已经许诺，只要交出宗门底蕴，我就是下一任忘川宗主。二长老说的对，圣女殿下，在下锦衣卫镇抚使白玉清。只要你放下剑，交出忘川剑帖，在下保证绝不伤你分毫。呸！卖主求荣的狗东西！忘川宗只有战死的鬼，没有跪着的生。师尊在哪儿？哦，宗主大人啊，他老人家骨头太硬，被我们曹公公请去后山的洗心池喝茶了。至于你，既然不肯束手，那就挑断手筋脚筋，带回京城交差吧。动手！圣女的剑法确实精妙，可惜内力已是强弩之末。这招画地为牢，看你怎么破！他破不了，我来破。什么人？你惹不起的人。陆晨，你们怎么进来的？山下的伏击，几个铁王八挡路，顺手清理了。圣女殿下，我说了，我们是朋友，朋友被欺负了，我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震朔世子，你竟然敢杀朝廷命官，你可知这是谋反的大罪？谋反？白玉京，你一个锦衣卫的走狗，也配给我定罪？赵清霜想要忘川宗的底蕴，让他自己来拿，派你们这些废物来，是看不起我陈露吗？世子殿下，这不关我的事，是朝廷逼我的。我最讨厌叛徒。刘醉，这个老女人交给你了，别弄脏了我的手。哎呦，打女人我不行啊，不过我手下的人在行。世子殿下，你不要太张狂！曹公公就在后山，驻扎在江北的10万神武军也已经开拔。你在这大殿里逞威风，改变不了忘川宗覆灭的结局。曹无香那位老太监，我自会去收拾。至于你，他刚才想刺伤他的后心，那只手留下，今日恐怕无法善了。
我的手！陆长风、陆晨，长公主不会放过你们的！带上你的断手，滚回去告诉赵清霜，我在忘川之峰等他。你师尊在后山洗心池，曹无香那老太监练的是大内至阴至毒的童子功，你师尊撑不了多久。我这就去。我跟你一起。长风、刘醉，你们清剿主峰残敌，守住大殿。老宗主，你的骨头还真是硬啊！搜魂法用了3次，你就是不肯吐露龙脉阵眼的位置。你为何要为了一个守不住的死物，搭上整个宗门的命呢？呸！阉党！老身就算形神俱灭，也休想让你们这群乱臣贼子吸干江南的气运。既然你们一心求死，老奴就成全了。等老奴割下您的头颅，再把贵宗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弟子赏给锦衣卫的兄弟们，老奴就不信缺了你就找不到阵眼。藏头露尾，阉狗，放开我师尊！强弩之末，圣女殿下，您的心乱了。什么？大内绝学天罡童子功，圣女，下去陪你师尊吧。老狗，对女人下这么重的手，怪不得你没下面那玩意儿。真说世子，你居然没死在山下！你都没死，我怎么舍得死？赵清霄派你来挖江南的龙脉阵眼，他难道没告诉你，这阵眼除了历代宗主，还有一个人知道在哪里吗？不可能，这是忘川宗的最高机密。没什么不可能的。当年我被当作质子留在京城，闲着无聊，把皇家秘阁里的9州堪舆图背了一遍。你们要找的阵眼，不就在这洗心池底下吗？你既然知道，为何要阻拦老奴？天下气运归于皇家，此乃天经地义。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他赵清霜一个人的棋盘。想要龙脉，先踏过我的尸体。疯子，你这个疯子，你真以为老奴怕了你？天罡绝命手！别狠！老子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你还在后宫端尿盆呢！你的护体真气，死吧！陆晨，你中毒了。皮外伤，死不了。我泡在药罐子里长大了，这毒还奈何不了我。先救你师尊。世子殿下，多谢救命之恩，但一切都太晚了。什么意思？曹无双不是死了吗？刚才交手时，老身听到山下传来了隆隆的雷声，那不是打雷，那是神武军的重型床弩在移动。长公主的10万大军已经彻底包围了忘川主峰。世子，不好了！山下漫山遍野都是神武军的战旗。长公主赵清霜御驾亲征了，她下令，1炷香之内若川宗不投降，便用火炮和重弩将主峰夷为平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死寂。10万大军，他真的要赶尽杀绝？陆晨，你走吧，以你的轻功，现在从后山悬崖跳下去，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忘川宗的劫不需要你来殉葬。我跳崖？我震烁的字典里就没有逃这2个字。10万大军，人力所能抗衡，我们败了。败，漠然，
你太小看我了，也太高看赵清霜了。他以为自己用10万人锁死了这片山，但在我眼里，这10万人不过是瓮中之鳖。你到底想什么？赵清霜不是想要龙脉吗？那我就把龙脉送给他。不过，换也是一种方式。刘罪之前买通了江南水运帮派，现在运河上的军粮船应该已经全部被消沉了。神武军的10万人没有补给，最多撑3天。至于这忘川宗的主峰，既然被称为龙脉阵眼，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龙到底是什么？世子的意思是，这龙脉不是气运，气运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这忘川主峰下面压着的是江南最大的地下水脉。我早传信给镇朔玄甲军，让他们在上游切断了所有泄洪口。现在这地下的水压已经到了极限，赵清霜的10万大军却恰好驻扎在山脚下的盆地里啊！今天我就水淹七军了。这世上本没有神话中的龙脉，历代皇室为了神话统治，妄想图独占水利。而今天，陈露用最纯粹的武夫力量，撕开了这层虚的面纱。忘川1000年的基业呀！宗主，不破不立。赵清霜想用10个人把这片山林变成我们的乱葬岗，我把这棋盘绑桌子一起掀了。大齐的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靠守这几块破石头苟延残喘出来的。大家抓紧岩壁，重力倒灌，这血腥是撑不住时息。陆晨，你的伤！老子的命令直言至此，阎王爷不敢收。长风，带墨染和宗主从后山的前天绝壁走，别管我。刘罪，你轻功好，在前面开路。废话太多。哎呦喂，我的活祖宗哎！少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场，这哪是水呀，这是催命的刀子！少爷，我旱烟鱼子一个，不会有水呀！殿下，小心！莫非是地龙翻身？快护驾！不是，这声音绵长浑厚，不像是地龙翻身，这听起来好像九江决堤时的闷雷声。决堤？莫先生是听错了。这忘川宗方圆50里内，除了浔阳江的几条支流，哪儿来的大型水坝可以决堤？殿下，大水从忘川宗的主峰里冲出来了。前锋营的5000铁甲，连人带马全没了。你说什么？从山里冲出大水，荒谬！不可能！就算忘川宗的山顶上藏着一个天池，也不可能有如此损坏天灭地的水量。这是天怒！这是天怒啊！不是天怒，是人祸，殿下。老夫想起来了，皇家秘典中曾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忘记川石峰下压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气运，而是整个江南道最大的卢脉枢纽。陆晨那个疯子，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炸毁了断龙石，引爆了整条水脉，他是要借天地之力水淹七军。陆晨，你敢这么欺负我？全军听令，放弃所有辎重粮草、工程器械，重甲步兵立即卸甲，全体将士不惜一切代价向高地撤退。督战队何在？有敢乱军行临阵脱逃不听号令者，就地正法，杀无赦！
水肆虐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地下的水压才渐渐平息，水流变得平缓。究竟是热闹复合的熏阳城郊，那片曾经驻扎着大齐最精锐野战之道军的盆地，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泥泞浑浊的泽国。无数残破的战旗在泥水中飘荡。一夜之间，10万神武军被大水消灭了3成，吞噬了1半的粮草和所有重武器。剩下的人溃散在了少数未被淹没的高林上，士气全无，大军已经是半废之态。乖乖，10万大军啊！天下最精锐的10万人，就这么被洗了一个晚上的冷水澡，废了。陆晨，你这一手算计，可比我那6万两银子的火与鹤狠太多了。兵仙在世，也不过如此吧。不过，少爷，我楚家在浔阳城外的10几个大粮仓和布匹库，也全泡汤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我爹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世子此计虽兵不血刃地瓦解了长公主的10万之众，保全了忘川宗的香火，只是这江南的水脉被伤，浔阳周边的良田和水域恐怕要3年才能彻底恢复元气，这代价太沉重了。3年恢复元气，总比赵青刷把这几人填进了这深山老林里，让江南的江湖和朝廷彻底结下死仇，血流成河要好。钱没了再赚，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陆晨，你的伤，切莫再动真气了。死不了，阎王爷嫌我太硬，把我推回来了。而且，各位，整理一下仪容吧，我们真正的客人已经到了。陆晨，你可真是给本宫、给大齐的朝堂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好课。顾长风的眼神骤然变冷，只要赵青霜有那么异动，他就有绝对的把握在3息之内斩下这位长公主那颗高贵的头颅。长风，部分残兵败军而已，剑收起。青霜，你敢在全军溃败、自己也身受内伤的情况下，只带了几10个残兵败将上来见我，就说明你不是来杀我的。杀你？哼！本宫现在恨不得生啖你的肉，饮你的血，将你千刀万剐。陆晨，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你毁了本宫辛苦筹备了整整3年的神武军，你毁了朝廷威压江南、震稳天下的最后底牌。你的底牌从一开始就打错了地方，算错了。你什么意思？10万神武军，披坚持刃，重甲铁骑，那是大齐的国之重器，是用在北境的长城外、广漠的平原上，和北蛮的30万狼骑对冲、死磕的绞肉器。你却为了你那可笑的政治抱负，为了你那虚无缥缈的绝对控制欲，把他们调来这水网密木、泥泞不堪的江南苦乡，来剿灭几个不听话的江湖门派。赵青霜，你被权力蒙蔽了双眼，你太让我失望了。世子殿下，休得狂言！长公主殿下是为了防止宗门做大，集权于朝廷，攘外必先安内。大齐若内部无同一盘散沙，如何对抗外敌？这大事，岂是你一个只知舞刀弄枪的武夫能懂的？安内，李老头，你读了一辈子的4书5经，读了一辈子的帝王之术，脑子都读傻了吗？你们坐在那金碧辉煌的大明宫里，看着地图，就以为江南的宗门是最大的威胁。你们是不是太久没到北境了？是不是早就忘了边关的朔风是什么滋味了？3天前，我镇朔刚刚接到的800里加急军情，北蛮王遇刺身亡，助战的拓跋玉杀兄夺位，3万北蛮精锐狼骑已经越过了洛雁关外300里。前锋营的弯刀已经逼近了燕云16州。什么？这不可能！天风阁和兵部的探子明明3天前才赐回报，北蛮正在因为捍卫之争爆发大规模内乱，当前绝无南下之力。哼，那是拓跋玉演给你们看的苦肉计，他故意放出内乱的消息，故意让几个部落互相厮杀，就是为了麻痹你们，为了让你这位摄政长公主放心，毫不顾忌地把防备北境的神武军主力
全部抽降到江南来剿匪。你以为你在运筹帷幄、算计天下？其实你已经成为了拓跋道那只老狐狸棋盘上的死棋。江北空虚，一旦长城防线被撕裂，北蛮3万铁骑长驱直入，大齐的半壁江山将瞬间沦为人间炼狱。殿下，如果北蛮真的在这个时候扣关，那我们就像那10万大军被大水困在江南的泥沼里，进退维谷。京城现在岂不是成了一座空城，危在旦夕？陆晨，你早就通过震朔的情报网知道了这一切，为什么不早点上报朝廷？你故意在十里亭激怒本宫，故意引神武军倾巢下江南，然后又淹七军，你就是为了看大齐的笑话吗？为了看本宫身败名裂吗？告诉你，我振作的军情折子递上去，你们这群疑心生暗草的庙堂棍棍诸公会信吗？你们赵家会信吗？你们肯定觉得那是我镇朔王府为了逃避削藩养寇自重、拥兵自立的卑劣借口。他们曾经在深宫的红墙绿瓦中相依为命，如今却成为了各自的理念势同水火的帝国双骄。只有把那10万被你当成命根子一样的神武军在这里废掉一半，让他们彻底失去剿灭江南的战斗力，你才会清醒过来，你才能认清这天下到底是谁在替你赵家守着那扇大门。赵青霜，神武军的重型工程器械没了，但核心还在。你现在带着这剩下的7人，丢掉所有幻想，装简从轻，立刻走水路北上，回防京畿，或许还来得及。你把本宫的大军淹了，把本宫逼到了绝境，现在又要放本宫走？陆晨，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费尽心机，只是为了给我上一课？我要这江南的江湖，从今天起不受朝廷任何约束。听风阁的案子一笔勾销，忘川宗的底蕴，你们谁也不准触碰。我保了。如果本宫不答应呢？如果本宫今天拼着同归于尽，也要将你就地正法呢？那你今天连带这群人就走不下这座山了，一步都走不了。殿下，不可意气用事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北境危急，若京城有事，宗庙被毁，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是对列祖列宗的大不孝啊！好，朝廷3年内一兵一卒不踏入江南道半步。长公主殿下果然是做大事的人，识时务。陆晨，你别得意的太早。北蛮30万狼骑南下，你震血王府首当其冲，是挡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防线。你真以为凭你爹那沉疴难愈的身躯，能挡得住拓跋焘的虎狼之师？你若死在北蛮人的弯刀下，本宫一定会去你的坟头，笑你一辈子。我们走。他的背影依然挺拔如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席卷江南、惊心动魄的权谋博弈，最终以震朔世子的绝对胜利而告终。我的个老天爷，终于走了！少爷，我这辈子经历的惊吓都没这几天多。陆晨，刚才可真是吓死我了，我甚至连遗书该写什么都想好了。要是那个疯女人真咽不下那口气，下令鱼死网破，我们几个今天都得被剁成肉酱胶带了。他有野心，但怕他死，更怕失去他的大齐江山，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输了。世子兵行险招，置之死地而后生，步步为营，算无一戒。墨染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北蛮3万大军南下，世子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一半真，一半假。北蛮确实扣关了，但只有10万先锋。拓跋焘刚刚继位，尚需耗费精力整合内部那些不服的部众。那10万人
只是来北境边缘试探朝廷虚实的。而我3万镇朔军倾巢而出，就是为了击溃赵清霜的防线，逼他立刻退兵。陆晨，你的心和胆到底是用什么做的？用镇朔长城脚下那数十万埋骨他乡的兄弟们的命做的。没有绝对的实力和疯狂，怎么在这吃人的天下活下去？他面向着北方那无尽的苍穹，眼神不再像一座流连青楼酒肆、玩世不婚的世家公子。那一刻，他眼底透出的是一种如极北玄冰般冷硬的利剑，一种仿佛能扛起整个天下的厚重。江南的局虽然暂时破了，不过是盘开胃菜。赵清霜吃了大亏，他虽然退了，但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等平定了北方，迟早会卷土重来。而且，北方蛮族的异动，拓跋焘的野心，绝不是试探那么简单。一场席卷天下的风暴，才刚开始。你要回镇朔了？对，游历了这么久，江南的风花雪月看够了，这出闹剧也该收场了。到时候回去，接老头子的班，扛起那杆陆字王旗了。江南太平了，但是天下的太平快结束了。你们几个没有兴趣一起去北境的长城上看看？那里的雪很大，那里的刀也比江南的快。去北境？我的老天，我去！怎么不去？我楚家的生意网一直受制于朝廷，还没有完全扑到关外呢。跟着你这种不要命，但总能绝处逢生的主，虽然风险极大，但结局绝对是几倍的暴利。算本少爷一个，你们一路的盘缠我包了。北蛮的刀客听说只修肉体，不成真气，走的却是最纯粹的外家杀戮之道。我想尝试一下，我的剑够不够快，能不能斩断他们淬炼过的骨头。听风阁在江南的百年基业已毁，留在这里也是徒增伤感。世子如果不嫌弃墨染是个瞎子，是个累赘，墨染愿带残存的情报网随世子北上，从此这条命便是世子的。忘川宗遭遇此大劫，需要闭门封山休养生息，宗主和师妹们需要时间，但我不需要。我的剑告诉我，如果继续留在江南这片温柔乡里，它会生锈。镇朔的漫天风雪，说不定能洗净我这剑上的因果。我跟你们走。好。绝妙的苍凉低沉，仿佛带着远古肃杀之气的哨音，刹那间相见了云霄，越过群山，传向远方。片刻的死寂之后，浔阳城外，那片没有被洪水波及的干涸平原上，传来了雷神震怒般的沉闷声。那是5000把镇朔志士斩马刀齐齐出鞘的轰鸣，那是5000匹重甲战马同时用蹄子叩击大地的震颤，那是沉在江南的镇朔军魂彻底苏醒的轰鸣。走，随本王回镇朔，去会会那天下群雄。